原来我最大的使命是为袁氏集团培养继承人。我告诉你，姓顾的，造什么孽？生了你这么个白眼花手是他妈你！你是真心想帮我的吧？你是不是看别人难受，你特开心、特过瘾啊？混蛋，迟早会遭报应。我就是赖。你走吧。必须滚蛋！从此以后，各走各的。我全听你的。茂华城那个项目，我在离开陆广之前已经全部交接给孙乾了。有任何问题直接找他，跟我没有半点关系。就这样。哎呀，你快点，快点，家人准备办公室准备好了吗？哎，工牌都给我带好了，工牌带好了，你别出去了，快回来！快，集合啊！准备好了吗？走，跟我走。大家好。小张，这是顾总。啊，顾总好，我叫张霞，行政主管。哎，这是佳佳，您的助理。你们好，我今天来早了，没给大伙儿添麻烦吧？没有，怎么会呢？哎，顾总，我带您去办公室吧。不用，佳佳一会儿带我去就行了。哎，该有5、6个月了吧？来新公司第一天就能沾点喜气，好兆头，好好歇着吧。顾总，董事长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大概半个小时就能到。好，辛苦了。不辛苦。那个，您还有什么要求，您直接跟我说就行。暂时没有了。对了，帮我买一份早餐吧，清淡一些。啊，好，那公司食堂可以吗？或者你有什么忌口，你跟我说，我记一下。都可以，我不挑食。好。3年之后我就回来了。不行，你走了我怎么办呢？我等这个机会等了很久了，我希望你能理解我。那谁来理解我？咱们现在还年轻，还是拼事业的时候，对吧？事业，你心里除了事业还有什么？你冷静一点。这段时间我们不要再见面了。
我们都冷静冷静吧。袁以江，袁氏集团的董事长，生意做得非常大。不过听说他最近收了一个小公司，员工不到100人，债务一堆，内部管理也一塌糊涂。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他想借壳上市，怎么可能？没什么不可能的。这个公司经历过一次资产重组，整合过一个上市又退市的公司，还是很有前途的。吴总，您不会是想替他收拾这个烂摊子吧？只要条件不错，可以考虑。借。哎，顾总，你这早餐。好，放那儿吧。顾总，董事长好像已经到了。啊，顾总，你早餐。袁总，早。听说你早就到了，第一天吧，熟悉环境。新总裁这么拼，让我这董事长压力山大呀。哪有？走，上我办公室。好。这位是？这是我儿子袁洋。袁洋，这是顾总，我高薪挖来的能人。以前呢，陆广集团的一系列大案子都是他经手的。以后啊，你可得好好向人家学习。原来是袁家的大公子。袁公子，幸会。我上任第一天，袁董就把袁公子带来视察，这让我很惶恐啊。嗨，哎呀，视察什么呀，顾总啊，我今天带我这不争气的儿子来向顾总学习的，学学你这书卷气，学学你的为人处事，让他长长见识。您太抬举我了，我顶多算是比袁公子虚长了几岁，多工作几年而已。哎，有人呐，干一辈子还不及你的一半呢。顾总啊，我今天带他来，是想拜你为师啊，你好好带带他，啊，多多提点，多多教育他，让他呢去掉身上的冰痞子味儿，有点袁家人的样子。别，俗话说呀，虎父无犬子。这袁大公子一看就是叱咤风云的人物，跟我这打工的后边学习太埋没了。我觉得呀，您应该在更高层的人物里面选一个最配得上袁公子的，不用多，3年肯定不得了。哼，弄什么？什么态度？什么态度不是很明显吗？人家压根就没打算要教我。再说，我也用不着教。你不管人家顾总愿不愿意教你，你就得给我留在公司。我留在公司干嘛？我可什么都不会。你不会就学，反正不能回你的部队，这事儿没商量。你去哪儿？你放心，我就是出去转转，也省得某人尴尬。顾总，以后还得麻烦你了，多多指教。袁总，就算您真的要把他交给我管，也不能当我的面呵斥，毕竟还是孩子。哎呦，你可别把他当孩子，你呀，该怎么教就怎么教，不要手软。你放心，有我给你撑腰呢，他不敢把你怎么样。这小子啊，混是混，
但是还是知道轻重的。我的孩子，拜托你了。顾清培是吧？你多大？33。以后在公司呢叫我顾总，私下里可以叫我叔叔。你小子挺会占人便宜啊！不到一轮让我叫叔。你要是觉得我年轻呢，叫我哥哥也行。我来这儿不是跟你讨论怎么称呼的，我来是警告你，别拿着鸡毛当令箭。留在公司是老袁的意思，但怎么留，那就是我的意思。最好的办法就是你干你的，我干我的，咱俩互不干涉。有袁大公子这意思，我以后只能配合。你别一口一个袁大公子的，我最恶心你们这些商人虚头巴脑的嘴脸，所以我跟你们永远不一样。很好，我最欣赏像你这样有原则的人。那这事就这么说定了。但是我的原则是，说到做到。你别不识好歹。行了，把你的车挪开，我赶去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，咱俩的事儿明天再说。好啊，跟我合作，咱俩互不挡道。你要是不让道，我现在就让袁董把会议取消。所有的损失，你自己看着办。辛苦的，算你狠。咱们走着瞧。袁大公子，啊不对，我应该叫你袁总。混蛋！干嘛？第一天上班心情不好啊？我们什么场面没见过啊？不就是一帮斯文败类吗？兄弟，陪你喝一个。废什么话？我让你当面的事呢？什么调查的事呢？这个袁洋啊，高中一毕业就去了部队，1个月前才回来，除了打架斗殴、喝酒飙车，其他的什么都不会。十足的一个兵痞子。顾清培，33岁，年轻有为，名副其实的商业天才，大名鼎鼎的企业家。只要他一出马，没有搞不定的案子，把人卖了，人还得替他说。说重点。重点就是这个人绝对是个狠角色，论情商、论智商、论计谋，你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如果想打赢他，你只有动手。他这次回来应该是为了他奶奶去世的事，不过他回来应该是早晚的。他底下有个7岁的妹妹，还有个5岁的弟弟，年纪都太小了，根本指望不上。袁家这么大的产业，只能指望他，所以袁立江不可能再放他回部队。原来我最大的使命，不是拯救公司，是为袁氏集团培养继承人。怪不得给您100万年薪，外加公司股份呢。顾总，要不咱们撤吧？那小子就是个彻头彻尾的混球，根本不讲道理。别到时候钱没挣着，
反倒把人搭进去了，不知道。我管他是谁，老子就是想知道他的弱点。没钱没权，他上场混了这么多年，不可能没两把柄吧？有，他离过婚，关我屁事！要说你就是担心我。你想啊，一个结婚不到1年的人为什么离婚？首先，不可能是因为感情不合，因为太快了。那么理由只有一个，变心。然后就顾清培那个条件，别说是女人，连男人都想嫁。所以问题一定不在他老婆。最后，不管是因为他有小三，还是飞黄腾达抛弃了原配，我们都可以给他冠以一个现代陈世美的罪名。我们在商业上告不死他，那我们就在社会舆论上告死他。标题就是撕下商业奇才伪善的面具，一个彻头彻尾的渣男。可以呀，走，哥带你喝酒，走。这幼稚鬼呢，大多数还是善良的。再说，还有袁立江坐镇，他不敢拿我怎么样。既然答应了，那我就试试。就算试不下去，我也要让他自己开口。袁总，这么晚了，没有打扰您休息吧？是这样的，有关袁公子呢，我有3点需要说明一下。第一，我想怎么教就怎么教，您不能姓唐。第二，以后啊，他不能再花家里面1分钱，拿多少工资花多少。第三，他要是个兵，那也是虎狼之兵。我是讲君子之道的，他如果跟我动手，我可吃不消，那我可能就教不下去了。你放心，从今往后有关袁洋的事儿，你说了算，我只负责配合。他要敢对你动粗，我第一个不饶他。好，有您这颗定心丸，那我就放心了。希望我能不负重任。顾清培呢？顾总在会议室开会呢。你赶快坐下，继续吧。严格来说，今天是我来卓越的第1天。大家的热情让我很感动，也很欣慰。尽管这里绝大多数人的名字我还叫不上来，但是我相信用不了多久，卓越就会成为一个有凝聚力、有向心力的团体。我认为这里是一个有前途、未来会有爆炸式发展的公司，所以我放弃了原来的工作，来这里和大家一起重新创业，就是想用实际行动告诉大家，我们选择卓越是正确的。可是，在座的各位觉得自己和公司做好准备了吗？你们做好了挂牌上市、接受监管方和股民全方位无死角的观察了吗？我们的文化和制度基本等于0，这样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上市公司吗？显然不能。所以，我们现在最紧迫的不是融资，不是做项目，不是招人，而是建立文化、建立制度。看来，各位对我所说的话是认同。那么，我们第一步要做的是建立公司的规章制度。现在，我给大家布置第1个任务：3天内制定出完整的考勤管理制度。还有，以后每周1早上9点半准时开周例会，各部门负责人汇报工作。目前只有这些，以后再做补充。大家有异议吗？好，那就先这样。袁总，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？没了。以后，顾总就是卓越的最高指挥，大家一切都要听他的。散会。袁洋，你留一下。
以后啊，不要无故迟到，进门前先敲门。还有，换条像样的裤子，这是公司，啊。我知道你不喜欢职场，但是你现在已经是成年人，你不能只考虑自己，你要多考虑考虑你妈妈、你弟弟妹妹，还有刚去世的奶奶。她临终前，你答应过她什么，我就不提醒你了。你要真是个男人，你就要担起责任来，不要让我瞧不起你。顾金培，刚说过进门之前要先。你要是看我不顺眼，你就趁早让我滚蛋，别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，恶心！来坐。这是顶级的君山毛尖，我以前老板送的，尝尝。我那些信用卡一夜之间全被封上了，这事是你做的吧？啊！年轻人平时要多喝茶，火气才不会这么旺。你别以为几张信用卡就能控制住，你也太小看我了。你别以为我总想害你，这不是战场，没人想置你于死地。况且我做的任何决定都是过问过袁董的，伤害你的事儿他也不会答应。好，那你跟我说说，你打算怎么改造我？先说说你的职业构想吧。没有，我就根本没有打算要晋升。那你要干什么？带兵打仗？至少不是成天坐在办公室里看股票。行啊，小子，观察挺仔细的嘛。没错，带兵打仗是挺过瘾，我都想试试。可惜啊，咱们现在是和平年代，你再有远大的抱负也没有用武之地。其实啊，管理一个企业、运作一个项目，跟你征战沙场有很多类似的地方，都要懂得调兵遣将、资源整合，还要了解时局、洞悉敌情，要有手段、有胆识、有魄力。同样是跟人斗，这儿呢是没有硝烟的战争，你就不想尝尝这其中的乐趣？走吧，我带你到公司转转，熟悉熟悉环境。袁大公子这个态度，我可不好合作呀。既然不好合作，你去跟老袁说，让我别来。我已经答应袁董了，实在没法后悔。要不然，你说去。我说如果有用，还用坐在这儿跟你浪费时间？那你改变不了，我也改变不了。那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，你静下心来，好好在公司待着，多学点本事。哥们儿，我来告诉你最好的办法，那就是你干你的，我干我的。你配合我应付我爸，我配合你交差，相安无事。在公司叫顾总，不需要再重复一遍了吧？你别给我找事儿。岳阳，你不要以为大人都是傻子，你的一举一动，你爸比我更清楚。放下你的少爷脾气，好好跟我工作。你去哪儿？岳阳。怎么，这么快就打算跟我动手了？少他妈的被我拍我！就这么几间破屋子，我早逛明白了，用不着你操心。等一下，中午跟我一起吃饭吧。公司附近有一家川菜馆，做的挺正宗，
应该挺符合你的口味的。你怎么知道我的口味？也是在四川当的兵吧？了解的挺详细啊，顾总果然有两下子啊。一会儿我把地址发给你，你要是饿了呢，可以先回去等我。行，我有几个哥们儿就住在附近，不介意一起叫过来吃个饭吗？没问题。这么多酒，扛得住吗？你放心，扛不住了赶紧认怂。我那帮兄弟绝对不会为难你。来多少人？菜够不够？够，他们只喝酒不吃菜。这儿。哎，我说岳阳，你这面子挺大呀，吃个饭让我们哥几个跑这么远。少废话，赶紧坐，饿死老子。哎，你朋友？我上司啊。你好，我叫吴子昂，是袁洋的好朋友。我们哥们儿几个是从小穿开裆裤一块长大的。我不用介绍得这么详细。大家好，我姓顾，顾清北。顾总好，我叫彭放，你可以叫我放放，幸会幸会。小伙子手劲儿挺大呀。顾总也不错啊，平时经常锻炼吧？没有，我得加强锻炼，要不然都不好意思跟人握手。办正事儿，严肃点啊！来，大家坐，坐。服务员，开酒。哎，等会儿，今天怎么喝呀？顾总级别最高，听顾总的。现在才12点，你们不用上班吗？这万一要是喝多了，恐怕不好。顾总，你也太不给面子了吧！我介绍了这么多兄弟跟你认识，就想陪你喝杯酒，你就这态度？怎么回事？一点样子都没有。顾总，你堂堂一个大老板，这点酒不至于。要喝就赶紧喝，浪费时间。顾总，你放心，你是个斯文人，我们会用对待斯文人的喝法跟你喝的。哎，来，倒酒，来。顾总，第一杯我敬你，感谢你照顾我们家小袁。小袁啊，什么都好，就是不懂事儿。滚！行，既然大伙儿都这么热情，我也只好奉陪了。来。这第一杯呢，我敬大家。非常高兴认识你们。第二杯，既然大家都是袁洋的朋友，那以后就是我顾清培的朋友，希望大家多多关照。
第3杯，我希望大家日后能够帮我监管袁洋，因为我不光是他的上司，我还是他的老师，所以在管教袁洋这件事情上，还希望各位可以助我一臂之力。谢谢。怎么不动筷子啊？赶紧吃，菜不够我们再点。哎，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这明摆就是炸咱们嘛！先自干3杯，把咱们都唬住。这小子贼着呢，别怕，轮番上，保证不出意外。 肯定合住了你。嘿嘿，顾总好酒量，你敬完我们，该我们敬你了。来，顾总，这杯我敬你。来，来。 干了啊！没事吧？废话，哪有什么事儿？那他们几个不用管，死不了。那好，走，回公司。我凭什么要喝？也算是可取的甜。我走过这些年，那么多蜕变沉淀，一瞬间。你有病啊！你他妈才有病！你马上给我起来，现在是上班时间。老子爱睡多久就睡多久，辛苦你了。我第一天就忍够了。行啊，那就别受了，去找袁董吧。不听，你最好给我老实点。你要是把
把我惹急了，我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我想要的已经不可能了。玩道德绑架就没一次了。老子一天也忍不了。你要是有什么不满意，直接去找袁总。你还真他妈拿自己当个葱啊！装备都带了吗？哥带你看好戏。我看你需要的不是司机，是保镖。任凭时过境迁，沧海桑田也不凋谢。让我郑重的告别，然后更好的再见，在视线的终点，在永远的起点，让我勇敢的向前，不负我